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2.43，收盘价是194.70。那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4.76，最低价是在180.6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赋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9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 倍量增。KD 值，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。那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进行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的突破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站上了185，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上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185。然后呢，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并且在当日又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这两个值呢，都是指标是向上的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横盘突破的位置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那它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，对。那也就是说，预示着后续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或者说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，我们对12月1日11月30日走势的预测。对，那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180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在176。那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94.70，出现了一个飙涨，一个大幅的上涨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，也就是185和下方的167之间这根母线的上限和下限。那也就是说，突破横盘之后，这是一根叫做标志着上涨的一个信号的 K 线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价后续的上行。说在12月1日，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200关口，也就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把它再画的精准一些，200。然后我们变一下颜色。好，这是它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一个目标，我们还要加一条水平线，是在209附近。209附近是11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我们先加水平线。好，这是一个压力线。那这个点位我们还要再补充说明一下。那这个208到209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会看到是11月1日以来下跌，一直到11月9日，这样连续数个交易日下跌，
这些红 K 合并之后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。那在这个区域啊，正好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50%的成本线。那通常在50%的这个位置啊，它都是一个压力，同时如果是在底部的话，它又是一个支撑。所以说啊，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突破209这个水平线，恰好是11月7日的最高。那如果再继续向上，那股价的目标将是要突破11月1日的这个最高。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啊，现在也加回来。好，那我们说，一旦股价继续上行，完成了这个站上209的目标呢，接下来一定是237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能够站上237呢，那股价我们会看到会站上前面下跌的高点，那股价将会转为一个长期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。好，那当然再向上呢，一定是突破3号趋势线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下方，那对于12月1日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在200关口啊和209这两个位置啊，股价是容易出现止涨的。那一旦出现止涨呢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跌破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啊，我们测算是在187到189之间，所以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取189。好，那么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把它上移，对，好，我们上移到189。那股价如果出现下行或者回档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跌破这个5日均线值。那接下来的目标，我们说就是要跌破这个数日来啊，我们会看到出现横盘的最低点，在11月29日的这个最低是178.75。那正好这条线呢，又是我们昨天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察线，说股价在这个地方啊是容易受到支撑的。那我们把这个线变换一下颜色。好的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当然，如果跌破了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说股价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那深度的回档呢，一定是目标，接下来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那么这个母子怀抱的K 线组合目前突破，我们就不再讨论它，所以把这个水平线也删除。好，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可以把目前这个水平线继续上移，说股价如果继续向下回补缺口呢，一定是要跌破这个前低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到最低这个位置，166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一旦出现下行呢，那在这个178.75之上，它都会是强支撑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，对于12月1日上方，我们要关注200关口，股价站上200关口会继续向上。对，那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89。那股价如果出现跌破189呢，说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对，那如果一旦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说下方在这个区域，刚才已经说了是有非常强的支撑的，也就是说
它在这个区域有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、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80，包括我们说这个盘整区的最低是在178，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支撑区间，并且呢都是强支撑，对。所以说，我们说股价在出现回档到这个位置，从189开始啊，股价是很容易反转继续向上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给出一个操作的建议。那操作建议说，在这个194这个区域啊，是可以进场的。对，它是一个理想的进场点。那在194附近进场呢，我们说守停损，守在180，也就是守在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对。那我们说在12月1日开盘之后啊，假如股价不是向上，而出现了低开回档，那我们说只要不跌破180，在这个区域啊，甚至说股价只要到达189这个位置啊，是可以再继续加仓的。对，好，以上这是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给出12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是200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09。那再向上呢，我们给出一个压力位是223，是11月4日 K 线的最高。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那下方的支撑，我们来依次来说一下。首先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啊，是在187到189之间，然后还有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8到189之间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182到183之间。对，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前低，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宽的一个支撑区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给出第一个支撑区间，我们认为应该是从180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一直到189，这是它的第一个支撑区间。对，第二个支撑我们给出的就是178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横盘区域的最低。虽然啊它和第一个支撑区间啊很接近，但是呢我们没有把它进行合并，也就是说它们是2个标志。第一个支撑呢区间189到180，这是强支撑，而下方的这个178这个支撑啊，它是一个标志位一个支撑，也就是跌破它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对，然后再向下的支撑，第3个支撑就是170到172这个缺口，当然第4个支撑就是166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2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可能会继续上涨。如果继续上涨呢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5.5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最高会到达210，收盘会收在208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呢，是带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4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那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
并且很可能在这个地方继续留下一个很小的缺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也是出现上涨，但是是一个小幅的上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可能会回踩到188，最高会到达203，收盘会收在198附近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2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